在第4讲讲授参考方向以后，我们在第10讲介绍了 KCL 和 KVL。这一讲里，我们将结合这2部分的知识，给大家介绍一个求解电路完整的方法——二臂法。这里面所谓的二臂呢，是指的对于我们的 big 支路来说，我们列写出2 big 方程，从而求解出 big 电流和 big 电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拿这样一道例题来具体讲授二臂法的过程。这个电路我们在第10讲的练习里见过，它有6个支路，因此呢，有12个变量需要求解，我们需要列写12个方程。这12个方程呢，可以分成2类，一类呢是我们根据元件约束列写的，另一类呢是我们根据拓扑约束列写的。首先，我们来讨论6个用元件约束来列写的。我们看支路1，在这6个支路里面，我们都假设电压和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支路1来讲，未标出的电压的参考方向是这样的。我们在支路1上列写 KVL， 很容易知道 U1 等于 I1 R1 加上 US， 其中 U1 和 I1 都是未知数。那么类似的，我们分别在支路2、3、4、5、6列写元件约束，它们都是关联参考方向下的欧姆定律。其中 U2 I2 U3 I3 U4 I4 U5 I5 U6 I6 都是未知数。于是我们得到了12个变量的6个独立方程。当然，我们还需要另外6个独立方程才能求解出这12个独立变量。于是我们就需要拓扑约束。那么对于拓扑约束来讲，我们需要考虑支路数和节点数。我们所讲过的拓扑约束有 KCL 和 KVL。对于这个题来说，它有4个节点，我们可以分别来列写节点电流方程。比如说，对于上面这个节点，如果我们管它叫 A 的话，那么列写出来的方程就应该是 I1 加 I2 加 I5 等于0，所有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之和为0。对于中间这个左边的节点，如果叫 B 的话，我们类似的用所有流出之和为0来列写，就是负 I2 加 I3 负 I4 等于0。这个节点我们定义为 C， 那么也是流出之和为0，列写为 I4 负 I5 正 I6 等于0。对于这个节点，如果说我们管它叫 D， 那么类似的负 I1 负 I3 负 I6 等于0。那么我们现在最多能够得到4个 KCL 方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4个 KCL 方程都是独立的吗？大家观察一下。很显然不是的。我们把这3个方程加在一块儿 ，I2 消掉了 ，I5 消掉了 ，I4 消掉了，我们就得到了 I1 加 I3 加 I6 等于0。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是一样的，因此这4个方程只有3个是独立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列写 KVL。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我们首先从网孔的角度来列写 KVL。比如说，我们管这个叫网孔1，这个叫网孔2，这个叫网孔3。我们列写网孔1的 KVL， 那就是负 U1 正 U2 正 U3 等于0。我们按顺时针写。对于网孔2来讲，有
负 U2 正 U5 正 U4 等于0。对于网孔3来说，有负 U3 负 U4 正 U6 等于0。当然，除了网孔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回路，比如这就是一个回路。但是这个回路列写出来的方程是一个独立的方程吗？我们来验证一下。负 U1 正 U5 正 U4 正 U3 等于0。你发现了吗？这个方程就是这两个方程之和 U2 和 U2 抵消掉。大家可以继续研究一下，沿着其他回路列写出来的方程也都不是独立的。对于这个题来讲，我们最多只能列写3个独立的 KVL。那么同学们到这里肯定会产生一个疑问，对于任意的一个题来说，我们到底能列写多少个独立的 KCL 和多少个独立的 KVL 呢？我们用这一篇来给出答案。一般来说，对于任意的具有 B 个支路的电路来说，我们要想求得所有的支路量，也就是说 B 个支路电流和 B 个支路电压，我们就需要有2B 个方程，这就是2B 法名称的由来。那么这2B 个方程是由2大部分构成的。第一大部分有 B 个独立的元件约束，就是我们刚才列写的这堆方程。另外一个结论，在第二大部分拓扑约束里面，我们可以列写出 n-1个独立的 KCL 方程。对于我们的这个电路来讲 ，n 等于4 ，b 等于6，所以我们 n-1能够列写出3个独立的 KCL 方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列写出 b 减 n 加1个独立的 KVL 方程。那么 b 减 n 加1对于这个题等于3，所以我们能够列写出3个独立的 KVL 方程。这个结论是正确的，而且也是可以证明的。其中这个是很显然的，这个是证明起来比较容易的。对于第3个结论的证明，需要用到网络图论的知识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相关的图书。那么有了这个方法以后，原则上对于任何一个电路来讲，我们就可以通过列写它的元件约束方程、KCL 方程和 KVL 方程，求解出所有2B 个支路量来。于是我的电路分析就可以以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完成了。但是需要指出的，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太复杂的电路，我们甚至都需要列写12个方程来求解，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。因此这个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，实际应用价值并不强。在接下来的几讲里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实用方法和技巧，帮助大家快速求解电路。